一提到杨紫，很多人脑海中立马浮现的还是《家有儿女》里那个聪明伶俐、调皮可爱的小雪，或者是在一部部热播偶像剧里那个笑容甜美、气质温柔的女主角。然而，这一次她彻底颠覆了大家的印象。在青海高海拔的雪原上，她穿着厚重的军大衣，顶着刺骨的寒风，脸被冻得通红，手里还紧紧攥着剧本，一遍又一遍地走戏，琢磨台词。镜头外，她不再是那个光鲜亮丽的明星，而是一位扎根角色、全情投入的演员。这就是她正在拍摄的新剧《生命树》中的一幕，一部讲述极端环境下生命与信念交织的作品。剧还未播出，便已经让无数观众充满期待，同时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与质疑。为什么是杨紫？她能驾驭这样的题材吗？面对外界的嘈杂声音，她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用行动给出了回答。为了呈现最真实的角色状态，她坚持不用替身，亲自上阵，在零下10几度的环境中一拍就是几个小时。风雪中，她的睫毛结冰，嘴唇发紫，却依旧咬牙坚持。有人说她是在折腾自己，可她说，演员不该总待在舒适区里。她要挑战的不只是自然环境的严酷，更是内心的突破与成长。这次的杨紫不再只是那个甜美可人的荧幕形象，而是一个敢于脱胎换骨、敢于把自己放进泥里、扔进雪里的演员。生命树不仅是她演艺生涯的一次转型尝试，更像是她向观众，也向自己交出的一份答卷。我不仅能演温柔浪漫，也能扛得起现实沉重。我不是谁的标签，而是一个在演艺路上不断蜕变的杨紫。生命树不是那种光鲜亮丽、甜言蜜语堆砌出来的偶像剧，它讲述的是一群社会边缘人的挣扎与坚守。背景设定在青海海拔4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，高寒、缺氧、暴风雪轮番登场，连呼吸都成了奢侈。这样的环境，别说拍戏，普通人待上1小时都可能头晕目眩。而杨紫这一次偏偏就扎进了这片极地。她饰演的角色极有可能是一个在极端环境下苦苦挣扎、努力求生的普通女性，没有光环，没有滤镜，只有从命运里挣扎出来的那股韧劲儿。这种人物对演员的情绪掌控力和心理强度都是极大的挑战。剧中她不仅要演绎从崩溃到坚强的多重心理转变，还得把那种活着都艰难的真实感一寸寸刻在脸上，演在眼里。为了贴近角色，杨紫可以说是彻底扔掉偶像包袱。素颜上镜不说，还刻意把皮肤晒黑，风吹日晒，一点都不掩饰粗糙和疲惫。有人调侃她在剧里糙得像个汉子，她却笑笑不回应，只埋头把戏拍好。她不是在扮丑，也不是刻意做苦情，而是真的在用身体和灵魂演戏。有人说她疯了，怎么这么拼？可也有人看到她的这份拼是在突破自我，是在对角色的尊重。杨紫一直在努力撕掉甜妹、偶像剧女主的标签，用一部又一部作品告诉大家，我不只会撒娇卖萌，我也能演苦难，演人性，演那种连呼吸都让人疼的生活。生命树还未播出，讨论已经铺天盖地。但无论结果如何，这一次的杨紫已经在严酷的自然和情绪双重折磨中，交出了一份最真诚、最勇敢的答卷。坦白说，看到杨紫在片场顶着呼啸风雪，脸冻得发紫，嘴唇都没了血色的样子，我真的忍不住替她打了个哆嗦。可她呢，一句苦都没喊，手里攥着剧本，一遍又一遍走戏，眼神坚定，满脸写的都是沉进去的决心。镜头还没开，他已经先把自己活成了角色。影视评论家张教授在接受采访时的一句话，真的说到了我心坎里。
现实主义作品对演员的要求高到离谱，不是演一个形象，而是演出一个灵魂。杨紫选了这部戏，是在跟流量说再见，是在说他能吃苦，能演戏。听到这句话，我不禁点头如捣蒜。杨紫这步棋太不容易，但也太值得敬佩。她从小就红，走的是偶像路线，一路走来身上贴满了甜妹、国民闺女的标签。可这次她亲手把那些标签一张张撕掉，素颜出镜，晒黑皮肤，顶着海拔4000多米的风雪演戏，不是作秀，是实打实的在拼。这哪里还是那个大家印象里甜美温柔的小雪？她这是在用行动告诉大家，我不只是流量明星，我是一个演员，是能扛得起现实主义大旗的演员。说白了，她这是在跟自己的舒适圈告别。从偶像剧到现实题材，从光鲜亮丽到泥沙俱下，她选了一条最难、最疼的路。但也正因为难，因为疼，才显得更真诚，更有劲儿。其实，咱们每个人何尝不是一样？谁没有面对过转型、转行、转念的关口？在那个要不要搏一把的瞬间，杨紫给了我们一个活生生的范例。有时候，走出舒适圈虽然冷，虽然累，虽然怕，但咬咬牙撑过去，也许就能看到不一样的自己。所以你问我，他这算不算给咱打了个样？我说，何止是打了个样，他这是在用一场雪地里的拍戏，给我们上了一堂拼尽全力活成自己的人生课。说起生命树的拍摄，那真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硬仗。青海高原的环境有多艰苦？一句话，不是人待的地方，动不动就狂风暴雪，气温常年徘徊在零下10几度，高海拔带来的缺氧感让人光走2步就喘得像拉风箱。可偏偏剧组就选了这么个地方搭景拍摄，没绿幕，没滤镜，一切都来真的，就连工作人员都得轮着吸氧气瓶才能坚持工作。演员更是肉搏上阵，杨紫3天就适应了高原反应，边吸氧边啃剧本，还要保持精神饱满地面对镜头。有一场雪地追逐戏，他整整拍了20多条，从雪地里摔倒、爬起，再狂奔，一次又一次。嗓子喊哑了，他一句没抱怨，脸冻得发紫，嘴唇发干，也咬牙坚持。片场花絮里，他裹着厚厚的军大衣，冻得直打哆嗦，却还在一边和导演讨论怎么把情绪再爆一点。看到这里，谁还敢说他只是个偶像派？这敬业劲儿，妥妥的拼命三郎本郎。而整个剧组的态度，同样让人竖大拇指。为了还原真实，他们死磕细节，宁可受苦也不走捷径。不用绿幕，不进棚拍，而是顶着暴雪实景搭建，设备一车一车往山上运，工作人员脚踩冰雪一干就是10几个小时。听说有一次突如其来的暴风雪把道具全都吹翻了，导演组当晚带着人连夜抢修，只为不耽误第2天的拍摄进度。这不是在拍戏，是在啃硬骨头。根据2024年影视行业报告，现实主义题材在近5年内增长了近30%，观众越来越青睐那些真刀真枪、扎根生活的作品。生命树这股子拼命三郎精神，不就是为了给咱观众一份最有质感、最有温度的答卷吗？说到底，真正打动人心的，从来不是特效炸裂，而是这帮人冻得发紫还咬牙坚持，风雪中还琢磨情绪细节的执念。他们不是在拍戏，而是在用一腔热血，把一个普通人的命运故事雕刻进银幕。这样的作品，怎能不让人期待？说到生命树的最大亮点，怎么能不提杨紫和胡歌的首次合作？一个是稳扎稳打，被誉为巨抛脸的演技派男神，一个是从童星走到流量巅峰，
又一步步靠作品证明自己的90后实力小花。这俩人凑一块，简直就是一对王炸组合，让人光听名字就忍不住想追剧。片场花絮里，他俩素颜对戏，真实感扑面而来。胡歌一如既往的沉稳内敛，一个眼神就能让人感到角色的厚重与挣扎，而杨紫则灵气十足，情绪层次细腻，像把情感全写在脸上。两人对视的瞬间，没有一句台词，故事却已经在空气中流动，这就是好演员之间的默契。不靠滤镜，不靠剪辑，光靠眼神就能把人带进戏里。据说在剧中，他们饰演一对身处极端困境中互相扶持的伙伴，关系从互相试探到信任依赖，情感线浓烈又克制，是那种越沉默越动人的催泪组合。有人透露，这对角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爱情 CP， 而是建立在生死与命运之上的灵魂连接，真正的共情演绎。某知名导演在综艺里点评的妙，胡歌的表演像水，温柔却深不可测；杨紫像火，瞬间就能点燃全场。他俩搭在一起，注定是火花四溅。这话我一听就信了。胡歌的稳重给杨紫压台，杨紫的张力又能激活胡歌的情绪，两人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搭起来绝对不是1+1等于2，而是化学反应级别的1+1大于10。然也有网友质疑，杨紫能接得住胡歌的戏吗？但我想说，杨紫这几年成长得太快了，从亲爱的热爱的到沉香如屑，她早就不只是个甜妹了。胡歌更像是她的演技标杆，而她现在正是挑战标杆的最好时机。所以你问我香不香？别说香了，这对组合已经预定年度封神名场面了。生命树一开播，估计全网都得沦陷在这对火与水的对手戏中。可就在观众们对生命树翘首以盼、热情高涨的时候，黑粉们却开始搅局了。杨紫为戏素颜上阵，脸上因为严寒出现些许瑕疵，居然被他们死死揪住不放，冷嘲热讽一波接一波，状态不好不是合演大女主形象太差，看的人满脑子问号，这是看戏还是看脸？拜托，那可是青海高原，零下10几度的雪地，风刮得脸生疼，普通人站10分钟都能冻哭。杨紫却在那种环境里连拍几小时，不打灯，不修图，素颜演戏，还把情绪精准控场。这不是敬业是什么？这些黑粉怕不是在暖气房里躺着发微博的键盘勇士吧？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据2024年社交媒体数据分析报告显示，关于公众人物的负面评论中，有高达40%集中在外貌评价上，尤其是女明星，几乎无一幸免。在这样一个审美被无限放大、标准被畸形拉高的舆论场上，杨紫的努力和专业竟然被曲解成笑话，换作是谁，心里都得拔凉拔凉的。但杨紫团队的回应属实漂亮，没吵架没拉黑，而是直接放出了幕后拍摄花絮视频。杨紫顶着寒风冻得直哆嗦，脸红耳紫，却还在笑着和工作人员交流细节，和胡歌反复对戏，一句台词一遍遍默。网友一看，瞬间路转粉，这才是真演员。别管脸上啥状态，这种敬业太圈粉了。粉丝们更是火速发起杨紫敬业话题，短时间内冲上热搜，一举逆转舆论走向。这波操作完全可以写进公关教科书。说到底，杨紫不是靠滤镜、修图来征服观众的，她是靠一场场硬戏，一次次认真去打动人心的。黑粉的冷嘲热讽，终究比不过观众的雪亮眼睛。大家都在转型，在努力，为什么不能多一点包容，多一点鼓励？这年头，还真的感谢有像杨紫这样肯豁出去的演员，在风雪中咬牙前行，
在质疑中默默拼搏。别让那些只会喷的人淹没了真正值得尊重的努力。